今日你被白头利用，想要毒杀我，为血亲复仇，天经地义。过去这20年，就当是一场梦吧。我并不怪你。 7岁那年，我学会了包饺子，我还在饺子里边包了个铜钱，盼着将军能吃着，盼着将军千岁，太平无忧。谢怀安还想策反我，想让我回来给将军下毒，怎么可能啊？不是将军，我怎么会有今天啊？至于那对父母，我一天一眼都没见过，死了就死了，与我何干？这么多年把我拉扯大的是虎贲将军严凤山。他想亲眼看着将军死，已经跟我进了城。站住！过来。可有过所啊？有。从淮安郡来，姓曾。走吧，走。谢官人。附近只有3座大楼可以看到这个园子。戴着渔夫头笠，半张脸之上贴着鱼角面具的人，就是谢怀安。在将军回来之前，我已经让知音去搜捕他了。这是我为将军献上的最后一击。前尘往事与我何干？这一生至此，我并不后悔。临死，身边还坐着不算年迈的父亲，这日子挺好的。
恭祝将军千岁太平无忧。王普啊，王普，你真是傻呀！白头那种人怎么可能相信你会毒杀我呢？他只是想让你回到我身边，让我亲眼看着你死去罢了。你谁啊？我啊，不记得我了吗？小杂种。你才是小杂种。确实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，说不定我还真是个没人要的主。哎，逗你玩呢。再帮我切2斤眉头，我阿娘说了，今晚要做馅饼。原来是你啊！但对不住啊，这次帮不了你了。为什么？你上回不就可以去那个肉铺切肉的吗？上回是上回啊，这回不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啊？我不一样了。这不就和以前一模一样吗？你犯事儿了。嗯，犯了大事儿了。那你还能回家吃饭吗？兴许能吧。但我跟你不一样。我的饭得靠自己挣来吃，这样才有意思。将军，晚膳准备好了。等等王普，他去市集了。脚上绑着铁链，走得慢。你先回吧。嗯。还有一事，铁梦密使已经动身，沿途照应会有杨楚豪负责。铁墨人要来了，白头应该也要出现了。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告诉杨楚豪的人，让他们盯得仔细一点。是。王普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到市集上去迎迎他。将军是太惯着他了。哎呀，说起来，我拿下长安城，也没坐太清殿那把椅子，特地搬到市井里来。可真要一个人吃饭，总觉得自己是个孤家寡人呐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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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喝吧。大家都散了吧，我和王普大人有事情要谈。是。心里都不痛快，饮酒容易醉。将军面前不敢放肆。你放肆的不少了。知英每日里给你我做饭，他不辞辛苦，你却不领情。我不是不领情，
我是心里有愧，不敢吃。你在这铺子里喝酒吃肉，就问心无愧？我主事藏兵相的时候，没少给他好处，我当然问心无愧。相反，没能为将军解决问题，还差点害死将军，心里有愧。你赢不了白头，换做我也未必。只因说我老惯着你，全然不像一个将军对待下属。可是你从小在我身边，确实没有拿你当下属看待。下属办错了事，一刀斩了，依然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听我发号施令。你办错了事，不回家吃饭，我还得出来找你，迎着这夜风，像找自己家小子一样。该回去了。还真给啊！当然要给，我不会因为你收了饭钱就杀了你。先生，姑娘是静香啊，还是温寡？我来此处是想求一封落名帖。哦，家中有孩儿降生，可喜可贺。是男是女？姑娘请坐。倒不是孩儿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哎，哪有这个年纪才请落名帖的？我小时家中逢变，与家人失散多年。近日找到了家人，求落名帖是求一个名分，我想和他相认。流离半生，还能与家人相认，不容易。分开是命，相聚也是命啊。那这落名帖应该写：失散多年，姑娘可还记得姓名？笔姓刘。记事以来，这护身符我一直带着。从前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现在知道了。它是我的名字，单名一个李字。那这落名帖的祝祷词我就写：子归于家，平安长久。你看怎么样？多谢先生。原来你是要回来和哥哥相认的。
白头！认输吗？我会再回来，再回来是杀了你。菜来了，来喽！这院子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，来，谢谢。哎，不对，他上次在这院子受伤的时候，那满院子全是金乌味，乌呀。来，白婉明日就要走了，我们大家今晚好好聚一下，给他送个行。来。啊！我的好日子才刚开始，喝你的酒哪儿这么多废话呀？把事情都办好了，以后就是你的好日子了。吃菜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安心了。这么多年写信，你总说你孤身一人，如今身边也有朋友了。明日我去送你。我也去。我听你安排。有人送我，最好不过，但我有些不舍，有些遗憾。南尾沟又不远，又不是不能回来了。我的遗憾在于，这回来长安没找到家人。但我也渐渐明白，在这茫茫长安城中，有可能这一辈子都找不到。我藏着一个秘密，除了父母和姐姐之外，并无他人知晓。我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，是他们收养的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很冷的冬天，一个男子带着我在南尾荡。我早已记不清他的模样、年纪，
也不知道他是我的父亲、叔叔，亦或是哥哥。只记得他跟我说要去讨一碗热汤，否则我们就都活不下去。那个时候天很冷，夜很深，我等了好久。哥哥，我真的好饿。妹妹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哥哥，就给你找吃的，好不好？妹妹，妹妹，听我说，你在这里等着哥哥，哥哥去找碗热汤，找些吃的，吃饱了就不冷了，咱们就能活下去。要是有人来，就藏进草堆里，千万别出声，也千万别乱跑。哥哥很快回来，记住了吗？裹好被子，赶紧进去吧。我看到巷子深处点了一盏灯，明明隔得那么远，可是我却觉得那盏灯能让我暖和一些。走向那户亮着灯的人家。这就是我最初的记忆。自此之后，我成了那家人的小女儿。他们坦白我的来历，却依然视我为己出。姐姐温柔，待我也是极好的。可是我知道，我也记得，是我没有等她回来，是我选择了离开，而代价就是我失去了这个唯一的亲人。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走丢女儿的那户人家，这一生能不能过得好。这就是我的遗憾。我的人生就是从一场错误的离别开始的。人生不只是错误，有时候活着也是一种幸运。没事儿，都过去好多年了。之前我昏迷之时，我隐约听到，这护身符是你自记事起就带在身上的。也许是你和原先家人唯一的牵连，将要远行了，还给你。你要好好带着它，就像家人也在身边。怎么了？都垂头丧气的。来，大家举起杯，明日傍晚要离开，祝他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你看
让哥哥带来手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妹妹，你肯定饿了，先吃这个，我再去给你热一碗面片汤。来，吃吧。来，先洗洗手，先住下，再去找你的家人。小手冰凉的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来洗洗。你就是我家的孩子了。这个，慢点吃。哎呀，再来一个。看看你饿的。通红。慢点，慢点，别噎着了啊。韩，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你是真不打算认白婉这个妹妹啊？没想到他心里一直都留有遗憾。如果你能告诉他，你一直在他身边默默守护着他的安全，多好呀！走吧。妩媚将归，余孽当除。咦，这个下水，下土。今日心情如何？我能吃熟的，还是生的？当年，你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放过。黄土里的这些年月，就是他哥哥对你的惩罚。该结束了。7年了，终于可以死了。那些年承蒙你们刘家照顾，如今也算还清了。回忆如同你心的茧，刺穿了永远，惊醒我故事已终篇。是也是为祈福心间，在风中盘旋，期望春天却落在荒芜的昼夜。月色凋谢如残雪，你留在从前。
那除了画诗句，平日里你又做一些其他的什么？市集里有烟火气，看人买菜、买肉、选衣裳，在我看来是有趣之事。烧尽我余年，追探此生困在宿命的牢关，倾尽这一生痛与痛之间辗转。有时在街边遇到会吹笛子的老先生，黄昏时他吹笛子，我坐下听，能听到天黑。白婉，你到家之后记得写信。哎呀，这谢环也真是的，性格怪就不说了，这种时候还不来送。环他不喜欢当面送别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会一直挂念着你。你们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哥哥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也害怕离别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保重。为何浮生这半段，还写满离别？才领悟命运向来只会变，从不赦免。追看岁月转眼也入了陈年，遗憾的灰烬也燃烧尽我余年。追探此生困在宿命的牢关，倾尽这一生痛与痛之间辗转。追探岁月转眼也入了陈年，遗憾的灰烬已燃烧尽我余年。追探此生困在宿命的牢关，倾尽这一生痛与痛之间辗转。还好我在天医馆找到了这些千年玄饼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从前在延续天宫，我盼着你有朝一日仙力尽失，让我好好捉弄一番。如今真的如愿，我却并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回到从前，你还是那个神通广大、日日欺负我的小人帝君。糟了，怎么结冰了？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
走到你家，回过头为我生一娃。最美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一场瓦下转眼桥，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惊觉相思不露，原来只因已入骨。折字戏里写的情不知所起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曾说，若有一日我犯了情戒，你绝不容情。如今一语成谶，若你知晓我心，真的会为了天条杀了我吗？应元君，你醒了？哎，别动别动，快躺下，躺下。你做了什么？这些是热水袋，给你暖身用的。你刚刚冰浴伤身，若是不拿这些热水袋好好的捂捂身子，等寒气逼到了你的身子里，你就没有办法痊愈了。那时候走都走不了，就变成瘸子了。胡闹！啊，小心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瘸了？让你不老实！你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不要再这样多动多闹的。若是你真的觉得很无聊，我们不如给这屋子取个名吧。早就听说应元君你文采斐然，恰好小仙平日酷爱诗文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。应元君应战。既然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先来写。这字迹，哼！我果然没有认错，真的是你。我想到了，就叫诞神殿好不好？这个寓意呢，象征着以后在此居住的人都可以晋升上仙。这回该你了。九重天上，只有你胆大妄为，有如此性情。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你没事吧？
你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我晕厥前，他曾要渡我邯郸真境，这伤莫不是我所致？将死之人，纵是知晓你是谁，也毫无意义。我不能再伤了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要给我疗伤啊？之前与任魂金陵相斗，把你的簪子弄断了，就当是赔偿了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把头伸过来。你带上它，日后受伤便可痊愈。我们才相识几日，你又是送我镯子，又是送我簪子的，莫不是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啊，去哪儿啊？屋子的名字还没取好呢。身书忌讳，跌压荒颓，况如前景，不愿苟活。你最后用了谁起的名字？我在两个名字当中各取了一字，结合了一下。哪两个字？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林元君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往后，苍生安宁你来守护，你的安康我来守护。一心向死之人，纵览美好之物，或可对尘世重新生出热望。都说邯郸之花沁人心脾，可御万物，既能闻到花香，又可以压制毒性，他应该会喜欢吧。低压环境，幽暗阴冷，不适宜草木系神仙修行。他常待于此，定有损耗。
我终要身心俱迷，唯能给你留下这一片寸光。应元君，你说真是奇怪了，这地崖一夜之间长出个莲池，而且里面开满了莲花。这屋子刚才还阴暗呢，现在一下阳光普照，真是一个好兆头。地崖阴气太重，植被不盛，怎会开出莲花？是真的，我不信，我带你去闻。来，这边，走吧。慢点儿。这幽香可真好闻啊，比起瑶池的莲花也毫不逊色，甚至更妙呢。应元君，你看啊，这荒芜的地崖当中都可以生出这么好的莲花，你也要更加有信心啊。香气熏人，惹人心乱。那我带你回屋吧。屋里闷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心里很受用嘛。来这边看看。前面这一片就是莲池了。应元君，这地崖早晚都会草木繁盛，生机盎然的。这么美的景色，若是你能够看到、感受得到，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。我看不见这景致，别再浪费你的口舌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能让你看到。虽然你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感觉，靠触摸去感受。想象前面是莲池，池子里面开满了莲花，左边是粉色的莲花，右边是金色的莲花。在这些角落里面，还有一些羞羞答答的小家伙不肯出来见人。就像你的眼睛虽然看不到，但依然可以看到我一样。心已慕君，唯愿相守。应元君，你看到花了吗？待罪之时，将死之人，我一无自有，怎能给你希望？没有，我的五感已退失，看不见你所画的是何物，不必再浪费时间了。慢点儿。到了。神兽不日便有枯尽，来此地做什么？这不还没枯吗？而且我给你做了个秋千，让你玩玩。来。你要是只是拉我出来寻开心的话，那我便回去了。啊，你这个人活了千百万年岁，可曾有一刻是真正开心过的吗？不要再做帝君了，就做一个童稚小儿吧。青丝缠入知己，愿你是在那些
自尽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剧情，我的诗语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本性，冰生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浮云皱皱细细。沈月芝，沈月芝，沈月芝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不会死的，我会救你，我一定能想办法救你的，我。此生有过茅屋相守的时日，我依然无憾。你又在做什么？我最近在神庙为应元君祈福。他们说，有受助人的发丝会更加的灵验。发丝用处多多的，凡间有一个传说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把自己的发丝互结，便可以缘定三生。我不信这些歪门邪说。东西还来。哦。你焚的是什么？为何这几日火毒发作的次数减少了？就是普通的沉香而已。什么沉香？竟能压制火毒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我平日里喜欢研究这些，你平日里不关注，自然没我懂得多嘛。此物颇有禅机，因香而死，因死而成香。可见这世间没有绝对的生死。你看，连小小的沉香都会历经轮转，发出余香，何况你呢？应元君，你一定会度过劫难，浴火重生的。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。即便能延缓毒性，无妄之火，它也无药可解。若我说有药可解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在天医馆听到天医说，这世间有一物，名叫四叶菡萏。住口！谢幕之战，我未战死，已经是罪孽深重。其实众人各有其名，若要是拿我的解数去换活生生的人命的话，
那么我宁可万死不复。你休要胡来，听到了没有？你怎么会如此生气？答应我！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不要动怒了，你不要动怒了。我没有动怒。应元君，不要跟来。还要生气？风灵咒一出，此时5日之内必将枯死。为何？是颜丹。应元君，这地崖早晚都会草木繁盛，生机盎然的。这么美的景色，若是你能够看到、感受得到，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。真是糊涂！这树枯死也就罢了，何必耗费仙力去维护？应元君，我的小伎俩终于被你发现了。虽然神术是假，但我祝愿是真。希望你康健安好，再不要有相死之念。颜丹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我又该怎么办？天庭守戒便是不容有情，你绝不可重蹈你母亲的覆辙。3位帝君都死了，我也站不动了。应渊，你在哪儿？小人帝君，为了我，活下去好吗？我不想你死。定是用莫诺仙魔大战了。应元君，我们已经赢了，别怕，别怕，我在呢，我们已经赢了，别怕了。陆明，我之前让你帮我找的4大帝君的史料，你帮我找到了吗？你好好的研究这些干嘛？你要写新话本？不对，你这愁眉苦脸的，又闯祸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有人愿意被救也是一种善解人意。对了，你之前跟我吹牛说你有个宝贝蛾子，可以将他人带到其他人的梦中，真的假的？什么蛾子？它叫小梦蝶，同你一样是上古生灵，珍惜的紧呐。只可惜我养了几百年，从未破茧。这个小家伙这么难伺候吗？何止是难，它注定在9重天上。哎，你问这个干嘛？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借我用用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得到北冥仙君的真传，连于墨都是我拉扯大的，小小的蛾子不在话下。你就借我用用吧。有人老是做噩梦，我想去他的梦里保护他，你就给我吧。好吧，
谢了。应元君，我发现了一件大事。总是这般毛毛躁躁的。我发现了3日后便是你的生辰了，到时候我们好好庆祝一番吧。帝君万年不死，从无庆生一说。你若真想为我庆生的话，不如待我身归混沌，天际之时，便生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又开始唠唠叨叨的了。也许这是你此生最后一个生辰了，你若是不答应的话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有多难缠的。怎么样，我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独具匠心吧？棺椁过大，甚是浪费。我就是为了让你从简入奢，以后那种小的棺材你都不想躺了。何况还有我陪着你，以后你就不会孤孤单单的想走了。干嘛？下力不就不要逞强了吗？手放肆！应元君，我用小红纸剪了一个小人，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摸一摸，别捏坏了。还给我吧，等着啊。这个就算应元君的葬仪了。这个小红人替你凤凰涅槃，而你现在是浴火重生。我知道帝君你万年来都不庆祝自己的生辰，那今日就当成你的重生日来庆祝吧。你这一套一套的，都是跟谁学的？应元君，生辰快乐！这个生辰对你来说，也许跟你之前的生辰没有什么区别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却是第一个能为你过生辰的日子。在别人的眼中，你是威震八方、护佑3界的大英雄，可在我的心里，应元君是一个固执、懦弱、宁愿去死也不敢好好生活的人。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应元君，比我在传说中听到的，在高高的帝座上远远望见的应元君更加真实。应元君，我唯一的愿望，便是希望你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缚。你不是谁的英雄，也不是谁的血脉，你只是你自己。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普通人，应渊。今日并非平常，过往万年，我的每一个生辰，都是在公务和战火中度过。这是唯一一次例外。
谢谢你。别动！放肆！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人家凡间有传说，说如果拿到神仙的睫毛许愿的话，便可以心想事成，真的。哦，是吗？嗯。那就一起试试吧。天命顺应，生死莫逆。我一己岁身，别无所求，唯愿严胆大，永保喜乐，一生无忧。各路神明，请你们一定保佑应元君战胜火毒，康复如初。无论他有多想求死，都不要听他的话，拜托拜托。应元君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你怎么了？应元君？应元君，没事吧？我说那2个小女娃仙骨奇绝吧，不仅把满池莲花都引开了，还引来了最不爱看热闹的应元君。应元君好不容易抽出身来休息片刻，仙君这么一说啊，他又该回去换布防了。应元君，6界一切太平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终于可以不用背负那么多东西了。你看，那边是北海，那边是东海，中间的这一片是凡间的大山大川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凡界，好想去看一看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做帝君了，便同我做一个逍遥的散仙吧。到时候，我们一起踏遍3界4海，经历40方物，看遍凡间烟火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慢慢的走，慢慢的看。嗯。原来你也可以笑得这样开心，究竟梦到了什么呀？应元君，不好，火毒又发作了。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扰了他的好梦。火毒竟已深到这种程度了，你究竟是怎么熬的？
元君。几万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人前试探。唯与你不同，是你让我明白，我也可以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。此处有山峰，奇景各不同。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从未像此刻这样开心过。其实你可以隐瞒，但我一直知道。